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非要操这些没用的闲心。你们呐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那得去问我那位老泰山。你就不能不去理会他吗？那哪行啊！我这个做女婿的，得给你争脸，既要守住闵家的门风，又要坐得住竹家的客脸，要不然啊，别人得先说我窝囊，跟着说你命不好，信不信？你以为你这样我就好了？哎，你去说一声，就说那块石头呢，在我这儿，让他准备堵好了。我才不掺和你们那些烂事儿。不掺和他也能知道，我已经让这边的伙计透给那边的下人了。看你们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。爹咽不下这口气，二弟不甘心国难当头，连玉秋都受不住煎熬了，这不都明摆着的吗？你是不是整天都惦记这些事情呢？你看，又急了不是？男人上路，女人托福。我这还没出门呢，你就这样，半路非得从马上栽下来不可。好了，行了，不说了，以后再也不说这些没用的了，那还不行吗？你也要明白，寸鹏和云儿已经赌气好长时间了，但我知道。寸鹏心里是装着咱们闵家跟云儿的。如果能通过这件事让寸鹏回来，那他本身的价值，不是比那块石头要大得多吗？好了，我走了。老总办，听说那块石头已经到了米花堂的手里，他带着何全到边境一带去摸行情去了。不是摸行情，是心里没底。我们是不是也准备准备啊？准备什么？你以为我真想跟他赌那块石头？一，我是怕那块石头落在洋人手里；二，是怕寸鹏由此而引来灾祸；三嘛，敏华堂真要和我玩一把，那我就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犟小子。大姑老爷他还是有所开窍的。不就是让美娟和晚秋挂了些个破铃铛吗？不止这些，他还让何全留心翠湖边上的洋生意，还想和少奶奶联系，认识一下西餐厨子。你听谁说的？可能是大小姐跟少奶奶说的。那天少奶奶跟少爷说的时候，我在一旁听到的。美娟管了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记住，提醒美娟，让她当个事儿办。是。棉花糖真的就这么有出息了？这小子倒是比他爹强。朝廷有关铁路的折子下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您说再等什么呀？还能把他给免喽？不急，法国人会催他。你告诉万良，加紧对马帮的调理和人员的召集，等折子批下来，没时间等他。是。来了，请问是出手啊，还是走运呢？我看你们这儿货不多嘛。
先生有所不知啊，近来官府常来收捐定税，架上摆的都是去了皮的名货，只卖不赌。哦，那里坐的就是个老手。我们随便看看。您请便。石头怎么卖啊？一口价300两。能说说凭什么吗？听我说，是。这里只做生意不说生意，想掏钱怕上当，找懂眼的来看就是了。何娟儿，哎，来，到旁边饭馆订桌酒席。好嘞。这石头我要了，可还想听听你嘴里的成色。这样吧，咱们边吃边谈，算是我讨教拜师了。那怎么行？既然定了，我保你不走眼就是了。先不说懂不懂石头，能看上他就是您的眼力。这个缘分出交情，诚心定买卖。你要是诚心想买，他老哥能不跟你去吗？啊？话说三车还得靠眼，你想靠我这么一说就明白其中的奥秘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你看这块石头，虽说是扒去了皮，可一般人还是看不透。我老汉敢拿祖德担保，这里头层层都是上等的好翠。你若是满是去碰，那就只能十看八面，运在一刀。开时见运气，一刀定生死了。多谢老人家指教。何泉倒酒。来。好。实不相瞒，这块石头我不买，我是想请您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昆明的天河马店，请您为我主持一场赌石。哦，这位是天河马店掌柜的。闵家？您知道？当年在昆明病在了天河马店，要不是掌柜的搭救，那场病早就要了我的命了。您说的是我爹，那时候啊，我还小呢。老掌柜让人把我背进了闵家，一口一口的喂，还请来了郎中。我们搞玉石的，哪个不是八面来风，心不成玉？等纳过闷儿来，人也老了，连到府上拜谢的老脸都没了。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求到您头上来了吗？别怪我老汉眼拙，我就借花献佛，先敬你一杯。可不敢，还是我敬您吧。请。
跟上！老大，不走啊！回去帐篷后面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是。哎，村口头，久违了。听说你在南边弄了个宝贝，怎么样？拿出来让兄弟们开开眼啊！照顾好后面。哎！啊！我看谁敢动！动！你先要了爬武的命！把刀放下！把刀放下！爬武，起来！我说村老大，咱们就算了吧啊！算我倒霉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啊！放心，我村鹏从来不糊弄别人。滚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哎，把刀放下！放下！实话告诉你，石头我运回昆明了，眼下还真没办法让你看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，我找个机会让你看。说了不看了。看，一定看，但不能白看。我和你赌他，我赌输了，石头归你；你赌输了，从此不危害四方，做什么事情听我的指挥。敢吗？你的意思，让我们这帮兄弟给你当托夫？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吃马帮这碗饭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我给你们的比你们危害四方要强100倍。哎呀，我说村老大，别把我们这帮兄弟当小孩好不好？我说石头我们也不看了，咱们就当谁也没见过谁。是你把我当小孩看了吧？你怎么琢磨的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的马帮在明处，你在暗处，你想杀我个措手不及，是不是？爬武，如果你是条汉子，就跟我回昆明赌一把。到了官府底下，你好报官是不是？我要是那种人，还能钻林子过岗子吗？把你抓了，其他的山匪能放得过我？拿为人之道和10万大山相比，你爬武的命轻多了。我犯不上为了一块石头欺负你，丢了自己的德行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块石头由头是不小。你要是没胆量，那就算了，我不勉强。跟他赌，跟他赌！还怕老虎？对，怕他干什么？跟他赌吧，大哥！赌！别怕他！跟他赌！到了昆明，我的人怎么安置？天河马店给什么保证？
安全无事，保进保出。咱们走，按照规矩，一个标一个，说话算数。向天发誓。好，那我就信你村老大了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好，大狗头，在，马帮歇脚，准备酒菜。我跟爬大哥一试。是，老大，来歇脚了。好料！哎呀，大掌柜的，你好运气呀！哎，何全啊，好酒好菜招呼老人家。好嘞。老总办，大姑老爷同何全已经一块回来了，一起回来的还有个老汉。啊，那他请的一定是个行家。当初何全和闵寿南曾经倒腾过玉石，那时候学的那点本事，现在总算用上了。你先去吧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是。啊，老姑奶奶。老姐姐，刚消停几天，又折腾，人家得了块玉石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老姐姐啊，您以为我真的贪图那块石头啊？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村鹏和云儿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，现在还天各一方呢。他们岁数越来越大了，总不能老是这么风里来雨里去的吧？我呀，是想通过这次赌石，把这块石头的价值炒高，让他们好好再赚一笔，以后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要再干马帮那一行了。哼，你呀，上赶着的不是买卖，你这么想，人家还未必领情，还指不定怎么想呢。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，我这不是闲着。哎，有人来过吗？回大掌柜，有2个来报账的，都被我挡到柜台去了。记住，任何人不准进入。是。这赌石一般来讲，谁先见玉谁赢，所以这每一刀都关乎着身家性命。有的每开一刀还要带着价钱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一旦输了，你不但丢了石头，还得赔了银子。那这么一来，决定刀口所在，就变成了会赌不会赌的关键了。啊，大掌柜说的极是。懂石头的靠的是经验和眼力，不懂的那就靠撞大运。这2种赌法，那可就从天上差到地上了。何全，在，把这块石头交给你，就等于把什么都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大掌柜的，我求您就别再说了，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啊，我这一闭上眼睛就满山的找石头啊。老人家，他学的怎么样？机灵有灵性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要是以后找2块毛石让他练练判断开石，那就更好了啊！我已经让人去找了，应该快找回来了。那感情好。大掌柜的，这石头是大姑老爷的，这要真是一刀没开准，咱怎么办呢？咱赔都赔不起啊！不能没上阵，腿肚子先转筋啊！这事儿跟你无关，是我跟大姑老爷的事儿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我操办这场赌石，只是图个输赢吗？那图什么？何全啊，你说呢？
如果我用这场赌石把大姑老爷子招回来，让他跟大姑奶奶言归于好，那不也是一图吗？老师傅，您再给我讲讲，我的脑子乱得很，您仔细讲讲啊。你看，给大姑老爷请安。徐帮办，有事儿？没事儿，不敢打扰您。那就说吧。我家老总办请您立刻过去一趟。我？是啊，他老人家正等着您呢。好，那我回去禀报，说您立刻就到。要不要请大奶奶先去看看？我处了。那倒不至于。告诉下边人，有事到那边找我去。是。老总办，大姑老爷到了。徐某才在。笔墨伺候着，该记的都记下来。是。岳父，您找我？操持的差不多了吧？该下站表了，是吗？华堂不知道您在讲什么。说吧，怎么个赌法？那得听您的。为什么？您是长辈。哼，什么长辈？您是我岳父。赌场无父子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丈母娘疼姑爷石鼎石，那是为了闺女。可老丈人和女婿就不一样了。和和美美的那是翁婿，要是别扭起来，就是一堆狗屎能臭一个跟头。那是您这么说，我可不敢这么做。你不敢？你要真那样，你倒真像我的女婿了。可你就不像闵寿南的儿子了。既然您这么讲，那我斗胆的讲一句。确实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看谁来赌了。这才对嘛！现在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在哪儿赌，怎么赌，都由你说了算。我只去做赌的一方。那合适吗？闵竹两家还有合适吗？不过我要选一个人替我出场开赌。这咱爷俩想到一起了，我也不亲自出场，您随便选。当真吗？哪能假呀？这是您的权利。那好，我选何全。您怎么会选何全？他什么都不懂。这个嘛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过何全和你都一样，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那是自然。你认可了？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您是长辈，怎么着都在理。不过，您也得给我个机会选择。可以。我选万良。好好好，
不愧是闵寿南的儿子。说吧，怎么个赌法？想跟您商量，谁先见到玉呢，谁算赢。不过，这块石头是寸鹏的，总得给他个交代。所以我想，每开一刀都带价钱，赢的要石头，输的照价付给寸家银子。所出的价钱，寸谷老爷会收吗？啊，我是说，该有个合适的起价吧。这就不用我们操心了，他早就选好行家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那，您先歇着，我先回去了。什么？老总办选我？这就怪了，这不是让我里外不是人吗？这说怪呢，也怪；这说不怪呢，也不怪。这说明在我们闵家，只有你是他信得过的。大掌柜，他最该相信的应该是您呐。何娟儿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找了更好的对手。谁呀？朱万良。真怪了，凭什么找我呢？哎呀，你呀，我都替你想了老半天了，理当找你。为什么呀？知道老总办这么做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以攻为守。哎，怎么个攻，怎么个守啊？你见过老丈人亲自出面跟女婿赌石的吗？没有啊，那只有找个代理了。找谁呢？谁愿意干这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呢？没人愿意啊。万一这女婿说老丈人找的代理不公，来个以小欺老，浑横不讲理，做老丈人的能当着众人跟晚辈他们矫情吗？嘿嘿嘿，那多丢人的事！是吧？哎，为这他就找我？那是自然。我要是老总办，也找你。啊？你想，找了你，大掌柜的还能提出公与不公吗？哎呀，老丈人找女婿手底下的人做自己的代理，那是多大度啊！哎，嘿嘿，这一下子就把自家巨度的羞脸遮住了一大半。在外人眼里，说不定还以为是自家人图个乐呵呢。哎，他就不怕我真的不公？你会吗？你不敢。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帮着女婿欺负老泰山呐！你想想，两家人因为是你给闹翻了，这日后还能有你好吗？啊！哎，我要是真敢呢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吃闵家饭长大的。老总办认准了。你不会，不见得。你怎么知道老总办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忘了你在那场红白喜事一勺会了？哎呦，办的那个漂亮！两家人住得那么近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真成了尽心做事反挨骂。哎，好心好意反遭埋怨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至少老总办看出你的为人还行，知道个深浅。哎，那我再问你，这大掌柜的为什么要选大舅爷呢？哎呀，一个理儿，以牙还牙。什么骨肉亲戚，干脆红口白牙，死掐死咬算了。那多浅薄呀，抢的就是个城府。哎，何全儿，我跟你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要是那样的话，哎呦，我的饭碗可就真的砸了。
又琢磨什么呢？睡吧。你爹把我叫过去了，我爹？他叫你干嘛？找我让何全替他赌石头。还真赌啊！急着让徐茂才追下来，不赌才怪呢。你不找人替啊？也找。谁呀？万良。你们别把别人扯进来行不行？这样才合理，要不然我不真诚的跟伙计在赌石了。你们呐，也不怕让人家笑话？你以为我跟你爹真是为了争这块石头才开这场赌局啊？我知道了，你们这还赌气呢？是不是我爹对闹丧的那件事的气还没消呢？看你把话说的，啊，你以为我跟你爹就像罐里的蛐蛐，见了面就只会掐呀？那是为什么？本来呢，我想利用这场赌石把寸鹏招回来，可没想到老爷子比我想的高一步。他不仅想把寸鹏招回来，还想利用这场赌石啊，把石头的价格轰高，然后卖个好价钱，让寸鹏跟云儿去买地治家，再不过马帮的日子了。这是我爹告诉你的？你以为你爹会把这层意思告诉我吗？我真是要被你们搞糊涂了。快说，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先去见了叶父，然后去拜见了老姑妈，是老姑妈告诉我的，相信了吧？我这个爹呀，净操这种别人不领情的心。哎，谁不领情了？还用说吗？你和云妹都不会领情的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人呐，老把人往坏了想。不是把你们往坏处想，是事情就摆在那儿呢。当初要不是我爹在喜宴上提出让马帮帮助运修路的物资，这云儿和寸鹏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是怕……怕什么？我怕即使寸鹏回来，这一提修路的事情，云妹照样不干。算你狠！寸国头，你激动什么呀？小心伤了您的身的。阿武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有什么不对劲儿？你想啊，昆明可是您的1亩3分地儿，我这几天呢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。我如果跟你去赌石的话，肯定不安全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爬武肯定是讲义气的人，我肯定不会巧取豪夺的。这样好不好？你当初用枪指着我的时候说跟我赌石，我跟你赌。怎么赌？那肯定不会去你那儿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2个兄弟去一趟昆明，到你老丈人那儿呢，把那块石头拿到这儿来，在这儿赌，怎么样？啊？大哥，咱们就这样去，恐怕不安全吧？有什么呀？啊？有村帮主的2个宝贝儿在这儿，不怕啊？庞寨主，说来说去，你是不相信我寸鹏了。我寸鹏赶马帮这么多年，你去打听打听，我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？庞寨主，我听说你虽是绿林，但也是条汉子，是个爽快的人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叫兄弟去昆明把石头拿到这儿来，你说怎么赌，咱就怎么赌，就是交个朋友，
把石头送给你，也可以，怎么样？村国头，你就别绕了。我爬武信天信地信自己，可就是不信别人。要不是我现在绑着你，到了昆明，你指不定又怎么收拾我呢。哼！哎呀，我如果要是放了你，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。您呐，别想了。哼，走。庞武，你站住！你背信弃义，你不讲信用，小人！哼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小人，不然我怎么能干土匪呢？啊？知道我为什么干土匪吗？啊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太多的所谓的正人君子，骗得我爹我娘身无分文，被迫上吊。我为了给父母报仇，才烧了那家人的房子，所以不得不干起这落草为寇的勾当。行了，村国头，您就委屈一下吧。兄弟去就来。庞武，庞武，你回来！庞武，你给我回来！庞武。万也没有想到，铁路勘测会经过那些并不怎么开化的地区，反而异常平静，并没有遇到什么干扰。人们只是远远地看着，对那些很少见过的洋人交头接耳，指手画脚。哎，你怎么从水路回来？不该经过的。那几个洋工程师啊，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高原湖泊，非要来看看，我当然求之不得啊。所以我也正好出来，轻松轻松。没想我吧？我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哦，告诉你件事，父亲让我去替大姐夫赌石。什么？父亲让你去赌石头？不，是大姐夫选中的。李华堂，他为什么选中你？因为爹选择了和权。那你就答应了？有什么办法？父命难违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绝不涉足这些无聊的家族之争的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前辈恩怨继承人的。我想过了，回避未必是好办法，有时躲闪不及就介入。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做法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这几天正在集中精力研究玉石，然后呢去找和权。我们两个先商量好，通过适当的办法，不让双方得逞。那你对玉石有所了解吗？收获不小。其实，了解玉石与研究地貌和探矿是一回事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人们围绕着谋取玉石，竟然有过这么多惊人的磨难。再多的磨难，还不都是人自己造成的？哦，对了，你猜，我在勘察现场又遇到谁了？寸鹏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啊，他在为勘探队运送给养，这还想不到。其实我一直盼望着他能及时赶回来，参加那场赌石。他到了，我就有办法。会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是他亲口对你说的？太好了。哎呀，何全啊，舅爷让您久等了。不，我也刚到。哎，有事您让人喊我一声就是了，还劳您。不，这不是怕人看见吗？哦，来，你知道
让我代表大姐夫赌石的事儿了。回来就跟我说了，舅爷，您说较这劲有用吗？这较劲啊，倒是有用，这较劲能让日子过得有道道。你想想，要是大家伙儿都为了能过上好日子而较劲，那中国就有盼头了。让他们两家这么一直斗下去？不是，我觉得像他们两家这样为了结怨而斗，我也是不赞成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当窝里斗的帮凶吧？不管他是谁。这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只要我们做到不让他们双方的目的得逞。哎，舅爷，您让我怎么做？我听您的。我也没什么办法，虽说提前看了几本书，但我毕竟是外行。哦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以前倒腾过，这不这回还请了专门干这行的师傅吗？好，这下好办了。我听说，赌石的关键在于选择开石的巨口上。是啊。哎，那这样输赢不就定在你我的手上了吗？可咱们向着谁呀？向着寸鹏啊，让他物归原主。哎呀，这就难了。这大姑老爷不在场，怎么向着他呀？他说到，一定会到。那我就把巨口开在他的心意上。